舒尔茨要求俄撤军，拜登准备与普京谈判，俄罗斯会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战场进入冬季，俄乌两军陷入更惨烈的鏖战之际，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出现了集体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声音。近日，拜登与马克龙进行会谈后表示，他对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持开放态度，前提是普京必须展现结束俄乌战事的意愿。马克龙则承诺不会逼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美法都表达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计划提供大量资源以支持乌克兰民众度过严冬，绝不会勉强乌克兰做出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德国总统舒尔茨在时隔3个月之后再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舒尔茨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俄罗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同时谴责了俄军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空袭，要求俄军尽快撤军。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拒绝了拜登的提议，他批评美国不愿意承认俄罗斯的新领土，强调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同时表示使用和平外交手段是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西方的援助导致乌克兰拒绝和谈，并对乌东地区平民犯下更严重的罪行。我们从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俄罗斯的互动和隔空喊话中能看出什么呢？首先，德国总理舒尔茨意识到俄乌冲突会拖垮欧盟，这正是美国和英国一箭双雕的轨迹，所以迫切想要俄罗斯做出更大的让步以结束战争。但是德国又没有办法给普京一个相对有利的收兵条件，比如乌克兰承认不加入北约，乌东4州保持现状，乌克兰放弃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诉求等等。如果舒尔茨同意泽连斯基开出来的撤兵条件，那么等于俄罗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所以舒尔茨与普京的这次通话更像是给德国国内看的，对俄罗斯而言基本上就是火上浇油。俄罗斯国内没有任何人敢于答应。其次，拜登所谓的同意与俄罗斯谈判的对话前提也是普京无法接受的，其中包括3个先决条件。第一，普京需要首先停战，俄罗斯军队要从乌克兰撤出，否则免谈。第二，是否开启谈判，首先要听从乌克兰的意见，美国和法国等国不会对乌克兰施压。第三，美西方不会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物资支援，直至战争胜利。最后，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美西方与俄罗斯的意志较量，双方基本上都没有退路。很多人认为乌克兰会被西方逼着走上谈判桌，现实是基本不太可能。乌克兰因为作战失败而要求谈判是一回事，被西方压着谈判又是另外一回事，谁也没有办法替乌克兰做主。西方国家无法承受出卖乌克兰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当然西方也做不了普京的主，俄罗斯也没有必要先做出重大让步。从上面几条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不大可能会答应美国方面的要价，更不可能卖给德国面子从乌克兰撤军。从战场上看，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正在耗尽，俄军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俄军进行中的摧毁乌军电力设施的办法相当有效，预备培训工作呢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依然有长期作战的能力。俄乌谈不了就只能打了，这对两国人民而言都将是一场长期灾难。或许这正是美国想要的结果。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